前阵子美股有个非常热的话题，就是 Figma 上市。这间做线上设计协作工具的公司，被许多人视为新一代的 Adobe 挑战者。才一上市，股价马上飙到天上去，不夸张，连矽谷创投圈都在热烈讨论，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 ，Adobe 当初没买成 Figma， 现在应该后悔到睡不着。Figma IPO 的价格是每股33美元，一开盘就直接跳到85美元，盘中最高更冲到147，当天收盘还是大涨超过250%。那个涨势，连平常不太关注美股的人都忍不住问一句 ：Figma 到底是什么公司？有这么猛吗？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Figma 的市值就突破700亿美元，一举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科技 IPO。说到 Figma 的诞生，其实背后的故事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不是什么传奇人升起手势，反而是一段很接地气的过程。几个大学生原本只是想创业，结果在过程中不小心找到了一个连 Adobe 都害怕的机会。但这个热潮很快就退了，不到1个礼拜，股价就从高点滑落超过40%，第5天回到88.6美元，让不少在高点进场的人直接被套。网络上甚至开始出现"泡沫"2个字的声音，说这根本是另一场投机游戏。究竟是泡沫，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投资大波段的频道。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这是我的投资理念。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会带你完整解析 Figma 这家公司。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主题吧。Figma 是怎么诞生的？ Figma 的诞生，主角是一位来自布朗大学的学生，叫做迪伦·菲尔德。以下我们就叫他小迪吧。小迪的学业成绩不错，但真正吸引他的不是学校课本里的理论，而是创业。那时他接触到一个计划，叫做提尔奖学金。这个计划是由创投大咖彼得·提尔发起的。彼得·提尔就是 PayPal 和我们曾介绍过的 Palantir 的共同创办人。这个奖学金计划的宗旨就是，你如果觉得你有创业的能力，不如现在就开始，我给你钱，你不用等毕业。结果小迪真的就拿到这笔10万美元的资助，然后就决定休学，到矽谷开始创业。这个决定在美国科技圈当然不稀奇，但对台湾人来说，休学创业听起来还是蛮疯狂的。不过小迪没有一个人单干，他找来他在布朗大学的好友，也是超强工程师的伊凡·华勒斯一起合作。一开始，他们想做的东西其实跟设计完全无关。他们原本打算开发无人机相关的软体，但做没多久就发现这条路根本走不下去，市场需求不明确，法规一堆，技术难度高，两个人都卡住了。他们没有硬做，而是开始问自己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真正擅长的是什么？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时他们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痛点，就是设计工具根本不适合团队合作。你想想看，传统的设计工具像 Photoshop、Illustrator， 要装在电脑上还要买授权，一个设计档案你改完，要怎么给同事传来传去，版本不一致，来回沟通超麻烦。更麻烦的是，只要有一个人没装软体，就看不到档案，根本没办法一起讨论设计内容。这对产品开发团队来说超级痛苦。迪伦和伊凡就想，为什么不能像 Google 文件一样，做出一个设计工具，是可以即时多人协作，大家只要打开浏览器，不用安装，也能同时编辑设计。这个想法就是 Figma 的起点。他们开始打造这套工具，专注在云端协作，免安装，完全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硬要比功能多、工具齐。他们知道，现代的设计不只是设计师的事，而是整个团队的事。PM、工程师、行销都要看得懂，知道怎么改动。2016年，他们推出第一个测试版，马上在设计圈引起讨论，因为这真的解决了太多人的痛点。设计师不再需要寄来寄去，不需要截图解释，也不用担心版本混乱，只要一个连结，大家就能同时在线上看、线上改、线上讨论。这是第一次，设计变得像 Google 文件一样透明。这个突破不只让使用者买单，也吸引了投资人。红杉资本 Sequoia、Grayler 等等知名创投陆续投资，帮助 Figma 快速扩大团队，加快产品开发。慢慢的 ，Figma 的定位越来越明确，它不是要跟 Adobe 抢专业设计师，而是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团队的设计工具。但真正让 Figma 走到镁光灯下的是2022年那场轰动的收购案。Adobe 宣布要用200亿美元收购 Figma， 这是 Adobe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案。很多人觉得合理，因为 Adobe 一直想补强自己的云端与协作能力，而 Figma 刚好补上这个空缺。可是问题来了
监管单位一看就警觉，你这样买下唯一的竞争对手，市场还能有创新吗？从英国、欧盟到美国，全部出来挡，审查一拖就是1年，最后 Adobe 撑不住，正式宣布放弃收购，还支付了10亿美元的分手费。这件事在科技圈炸开，很多人本来以为 Figma 就这样被 Adobe 吃下去，结果突然峰回路转，又自由了。但这场分手意外变成 Figma 的转机，他们拿到了巨额分手费当作现金后盾，还保住了自己的文化和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市场开始真正认清 Figma 不是靠 Adobe 才能成长，他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天。这段故事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从传统软体的重授权、重安装，到现在云端化、即时协作成为主流。Figma 只是其中一个代表，但他们做了每一个选择，正好踩在时代变化的浪头上。而创办人小迪也说过一句话，很能代表 Figma 的精神：我们不是只为了设计师打造工具，而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设计。这不只是一句行销词，它反映出他们从创业开始就一直在挑战传统的思维。Figma 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有万无一失的计划，而是他们够快看清问题，够勇敢修正方向，然后做出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产品。3. Figma 现在的服务。现在回过头看，Figma 已经不只是一套设计软体了。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 Figma 就是线上版的 Sketch 或 Photoshop 这种印象，但其实 Figma 现在整个平台的服务已经变成一个超完整的产品设计和开发工具生态系，从设计、沟通、交接到展示，几乎全包了。最早大家熟知的是 Figma Design， 这也是它的核心，就是那个可以在浏览器里画 UI、做原型、跟工程师对齐的设计工具。重点是它不需要安装，打开浏览器就能用，而且支援多人即时编辑。也就是说，设计师在画面左边改设计的时候 ，PM 工程师都可以同步看到画面在变，不用再来回传档、截图、开会对半天。但 Figma 没有停在这里，它开始往更多产品设计相关的流程扩展。比方说，大家在讨论设计前，一定会开会、画流程图、做脑力激荡，对吧？Figma 直接推出一套叫做 FigJam 的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设计师界的线上白板，可以用来画流程、贴便利贴、画出用户旅程，整个画面就像是大家一起在白板前面讨论一样。很多团队甚至会在 FigJam 上做完初步规划后，直接复制想法到 Figma Design 里继续作业，流程完全接轨。接着是设计跟工程的交接，这一段以前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设计师画完图，工程师常常抓不到细节，不是颜色错了，就是距离跑掉。Figma 推出了一个叫 Dev Mode 的模式，专门为工程师设计的界面，工程师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原件的尺寸、间距、字体、CSS 样式，甚至可以直接复制程式码，不用再自己猜或用眼睛亮。而除了这些设计与交接工具， Figma 也进一步跨到展示跟产出阶段，像他们推出的 Slides， 就是让你直接用 Figma 的逻辑做简报，不用再切换到 PowerPoint。你做出来的画面不只能用来报告产品进度，还能直接整合互动原型，让主管、客户或老板当场点点看。再来，还有一个蛮有潜力的新服务叫做 Sites， 这功能比较像是做 Landing Page、活动页或内部网站的工具。以前设计完画面要交给前端切板，但现在用 Sites 可以直接从设计稿转成可用的网页。对于一些非商业正式页面来说，已经相当够用了。Figma 的商业模式也蛮聪明的，它采用所谓的免费增值模式。你小团队要用，个人想练习，基本功能都免费。但如果你是公司，要多人协作，要安全控管，要整合其他工具，才需要升级订阅。这就让他们一方面能快速扩散用户，另一方面也抓住了企业客户的长期订阅，现金流相对稳定。Figma 的强大其实不是只有功能多而已，它最关键的是所谓的网络效应。意思是，当一家公司越多人用 Figma， 设计师用、工程师用、PM 用，连行销或 BD 也进来看的时候，这个粘着度是很难被取代的。当然 ，Figma 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 ，Adobe 就不用说了，自家有超强的设计工具阵容。Kano 这几年也很猛，主打简单好上手，非设计背景也能轻松做图。Sketch 虽然声势没那么大，但在专业设计圈还是有基本盘。不过 Figma 的优势就在于云端、多方协作、跨部门整合这些特性。比起单纯工具强不强，Figma 更像是帮一家公司把整个产品设计流程整合起来。这种流程效率和沟通效率的提升，是很难被其他传统设计软体复制的。所以你问现在的 Figma 到底提供什么服务？简单说，就是只要你参与产品开发，不管你是不是设计师， Figma 都有东西能帮上你。而这个定位，也让它在 Software as a Service 工具百花齐放的今天，仍然稳稳站在前段班。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
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想了解我的看法，尤其是有玩台股、美股或是台指期、美期的朋友们，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4 Figma 还可以上车吗？那现在问题来了，这样一间这么猛的公司 ，Figma 值得投资吗？我们先来看它的成绩单。Figma 的财报数字其实很漂亮，营收成长快，续约率高，客户稳定，而且客户很多都是企业级大户，代表不是那种只用一下觉得不好用就换掉的工具，而是已经被绑进企业流程里，粘着度超高。加上它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体嘛，毛利自然很高，营收模式又稳定，这些都符合一个梦幻型科技股该有的条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吧？但如果你看到它 IPO 的股价，你可能就会皱眉了。Figma 一上市就爆冲，首日股价直接飙涨250%，大家一窝蜂抢着买，市场超级热。但这种涨法其实更多是情绪在推，不是数字在推。举个例子好了 ，Figma 的股价营收比 PS ratio 当天一度飙到60倍，同样是做设计工具的 Adobe， 目前也才差不多6倍。Figma 的定价几乎是市场用完美剧本去想象它未来的表现，意思是大家已经把它未来几年的成长潜力全都提前反映到股价上了。但问题是，完美剧本很少真的会照剧本演啊。上市后的几天，股价就开始修正了，从当天的最高点147块多，一路跌到88.6美元，4天内跌了快40%。如果你是第一天冲进去买的人，短短几天账面就蒸发了一半。这波真的就是投机，不是投资。那是不是代表 Figma 就不能碰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你仔细看它的基本面，其实还是很有料的。举例来说，它的企业客户不但多，而且续约率超高，这代表它的产品有网络效应，越多人用，价值就越大，而且团队一用就很难换掉，这是一种天然的防御力。再来，它有充足的现金流，不会因为资金紧缩就突然断粮。加上 AI 相关的功能，像是 Figma Make、DevMode 等等也还在开发中，这些东西一旦落地并且成功变现， Figma 的天花板会更高。所以，如果你是想长期投资 Figma， 那现阶段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追高，而是等市场情绪冷却后再观察。这波大跌其实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更冷静评估它价值的机会。你可以开始追踪几个关键指标，例如 Figma 接下来几季的财报是不是能维持40%以上的成长，AI 工具像 Figma Make 到底能不能真的变成企业买单的功能，还有它的企业用户粘着度，也就是所谓的 NDR 净留存率是不是能一直保持在120%以上。只要这些条件慢慢被验证，加上股价不再那么疯狂， Figma 就有可能从一只高风险的投机标的变成值得长期布局的 Software as a Service 领导股。所以说，现在就跳进去重压 Figma， 先不要急，等它股价回到合理水位，产品成绩也稳稳出来的时候，再慢慢买进，才是真正有机会吃到未来成长红利的策略。投资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冷静、能等。Figma 值不值得投资？它本身很值得，但你要等对时机。我们在科技股中常看到的好公司，不代表也是任何价位都值得买的股票。这集的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有在使用 Figma 吗？1. 有，我经常在用。2. 有，但不太好用。3. 完全没有。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也别忘了订阅、按赞这支影片哦。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欢迎底下留言，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蒙，我们下次见。